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地产灾难正在中国蔓延，房地产商们纷纷把手里的地给退了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从1线城市到3线城市，从广州、北京到成都、宁波，一路蔓延开来的退地潮。我们先说说这个现象有多严重。大家知道万科、华润这些地产界的大佬们是什么德性吗？以前他们可是抢着买地，现在倒好，一个个排着队退地。越秀地产更是彪悍，2024年8月底4天之内就退了4块地，金额加起来超过120个亿，这些可都是他们3年前抢着拿下的地块啊！你说这不是打自己的脸是什么？但更搞笑的是政府的应对方式。广州政府对越秀退的地是怎么处理的？给了一张地票，就好比你在饭店吃饭，给你一张代金券似的。说白了就是你现在退的地，将来还可以用这张票再来买地。这不是把老百姓当傻子忽悠吗？我们来算账，数据显示23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开工率只有 46%， 2线城市更惨，只有 36.9%。 也就是说，这些开发商买了地后，一半以上的地都趴在那儿生锈。更夸张的是，按照华泰证券的测算，到2024年1季度，全国未开工的闲置土地建筑面积高达 12.6 亿平方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130个鸟巢体育场的面积。现在好了，开发商集体要退地，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当初高价拿地，现在市场变天了，开发出来的房子没人买，地也开发不了，只能认赔退地。但你以为政府真会让他们认赔吗？我们来看看这些案例。万科在北京退了一块拿了8年的地，结果政府收回去后改了规划条件，放宽了限制，最后被保利建工以89亿元的价格拿下。华润在福州退了一块趴了10年的地，结果调整完规划后又被华润自己买回去了。这不是在演双簧吗？你说这是怪谁？要我说，就是当初政府和开发商联手做的这场局。政府高价卖地回笼现金，开发商高价接盘圈钱。现在市场不行了，两边都想甩锅保命。但可怜的是谁？还不是那些买了高价房子的老百姓。2024年1至11月的数据更说明问题有多严重。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.4%， 房屋新开工面积暴跌 23%， 房屋施工面积下滑 12.7%。 这些数字都在说明一个事实：中国房地产这艘大船正在加速下沉。让我们把关注点转向房地产供应链上的那些企业主们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一个楼盘从开工到竣工，上下游供应链涉及多少企业？建材、装修、五金、家具、物业、园林，保守估计得有上百家。现在好了，房地产一塌糊涂，这些企业都跟着遭殃。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。江苏有个做工程的卜老板，被恒大拖欠了3000多万工程款。这钱不是白纸黑字写着吗？但你去要，人家就是不给。法院打官司，做梦去吧。最后卜老板倾家荡产，变卖所有资产，还欠着一屁股债。你以为这是个例？我再给你说个湖北的于老板，人家本来开了好几家建材厂和连锁店，10几年的心血，结果呢，上游的房企一个个暴雷，拖欠货款，下游的客户也都没钱装修了，再加上电商平台的冲击，几年下来5000万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更惨的是那些建筑工人。据住建部统计，全国建筑业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。你猜这些人现在怎么样？工地停工了，工资发不出来了。有的工人一年到头就落个风餐露宿，连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。让我们来看看2024年的数据。根据天眼查的统计，
全国涉及房地产供应链的注销企业已经超过80万家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平均每天有2000多家企业倒闭。而且这还只是主动注销的，实际上经营困难、无法经营的企业数量远不止这些。更吓人的是，根据某数据机构统计，到2024年底，全国范围内的烂尾楼已经超过2000万套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至少4000万人的血汗钱打了水漂。这些钱可都是老百姓10年、20年的积蓄啊！有个在河南做装修的平老板说的特别形象，以前咱们这些企业主好歹还能赚点利润，现在好了，上有互联网平台挤压，下有房地产暴雷，就像是被卡在三明治里面，上下都在咬你的肉。这位平老板现在只能跑到深圳，每天打10几个小时工，就为了还债。现在很多供应链企业主都在说一句话：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打死我也不碰房地产这行当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人已经被房地产套牢了，他们的工程款、货款都被房企拖着，想抽身都难。据某律所统计，2024年前3季度，全国因房地产相关债务纠纷的诉讼案件超过50万件，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亿。但打赢了官司又能怎样？那些欠债的房企都已经资不抵债了，你能从一个空壳子里要出钱来吗？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要问了，政府不是一直在救市吗？不是出台了很多政策吗？但我问你，这些政策起作用了吗？让我们来看看2024年政府的这些所谓救市举措。首先是放开限购限贷，降低首付比例。好家伙，这不就相当于说大家快来接盘啊，我让你更容易背上房贷。问题是，现在的年轻人哪还敢背这个债？再看第二招，允许房企发行地票，可以用来抵押融资。这招更逗，你想啊，开发商现在的地都退不起了，你给他发地票，他拿着地票去买新地，这不是把负债的钱再负一次债吗？最离谱的是第三招，号召国企、央企接盘烂尾楼。据统计，2024年国资系统已经接手了超过3000个烂尾项目，投入资金超过5000亿。但你猜怎么着？这些项目80%以上依然是亏损的。这不是把纳税人的钱往水里扔吗？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，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破裂了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比2023年下降了35%，比2021年的峰值更是腰斩。而且更吓人的是，在1、2线城市之外，几乎所有新开盘的楼盘都在亏本销售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白菜价，3、4线城市3、4千1平方的房子都愁卖。再看房企的债务问题，据权威机构统计，目前中国 TOP 100房企中有超过60家负债率超过80%，其中20家已经实质性破产。而且从2025年开始，这些房企还有超过2万亿的境外债券要到期，你觉得他们还得起吗？更糟糕的是，现在连地方政府都快扛不住了。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45%，创下20年来最大降幅。很多城市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有专家预测，到2025年底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市值可能会蒸发40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日本的 GDP 啊！这么大的窟窿，谁来填？最后还不是老百姓买单。所以我说，现在政府天天开发布会，喊什么房住不炒、因城施策，都是在给自己画饼。市场已经用脚投票了。你看看2024年的数据，30岁以下年轻人的购房意愿只有15%，创历史新低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，这个游戏玩不起了。最后我想说，这次房地产的崩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必然的。
就像一个人吹气球，吹得越大，爆得越响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退地潮、供应链崩溃，不过是这个大气球爆炸的开始。2025年会怎么样？我觉得情况只会更糟，因为产业转型需要时间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形成，而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已经倒了。政府能做的，也就是把这个崩溃的过程放慢一点，让它不要一下子崩得太厉害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场灾难性的后果，最终都要由普通老百姓来承担。那些辛辛苦苦买房的，那些给开发商打工的，那些做装修建材的，都成了这场游戏的牺牲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记住一句话，市场从来不会骗人，但人会骗人。那些继续忽悠你房价只涨不跌的，不是傻子就是坏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